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今天的题目是心里期待的那个人来了，心里期待的那个人来了哈。好，位置应该这样子 OK。好哈。那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来，我们来看第一张是金币式，来金币式哈。好，第二张，好，第二张是世界牌。好，第三张是圣杯皇后。好，我想就不多说了哈，你们都很会选了。你的目光很难从哪一张移开的话，表示共振最强，我们就选它吧。就这样哦。好，选好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来咯，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来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先从5张牌。先选5张牌来看整个基底的能量的发展，好，然后我们再从每一张去做延伸哈。来，好，第一张，点第一张哈，然后，好，第3，第4。第5，好，这样先这样哈。好的，来，第一张是从恶魔牌开始哈。这份土能量开始的话，我看一下哈。很有可能啦。我先说，很有可能你们彼此的互相喜欢哈，或感觉的起点，那个爆点，那个惊喜点哦，那个触发点是从工作上的能力上的表现的魅力而来哦。因为它这里衍生了某一些特别的场域啦，特别的场域才会遇见哈。那先说你们遇见的时候，其实互相的吸引力是很够，比较浅层的。所谓的比较浅层，就是还没有往个性啊、心灵啊、整个喜好、价值观那边去，还没有到那里。它就是已经在比较表面的第一次初步见面的时候的吸引力就已经很够了，蛮符合今天的题目心里所期待的了哈。我们用比较肤浅的讲法，就是你原本期待的菜，它就是你的菜这样。这比较浅显易懂了。但我要特别觉得往里面讲的是说，它有很多一开始的吸引力是你可能在自己内心筛选过的条件过，反正它是比较处在于，如果你的朋友随意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型，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的这种题目的答案，那今天这个人会蛮符合的，然后你也蛮符合他这方面的答案的啦。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感觉会眼睛为之一亮哦，但是内在的东西可能没那么快哈，没那么快，因为它的土能量很强啦，金币能量很强啦，它对于情感上的表达是比较保守的，比较稳的，比较没有像水能量这样爆发型、奔放型的讯息，比较不是往这里，因为它更加比较正能量的取向哈，是大概会连接到金币式的能量，那它会选择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表达方式。比较保守的表达方式，不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即使感受上是很喜欢的，
好，感受上、心情上是很喜欢的，可是偏害羞，先不表达先不表达，以这方面比较多啦，比较着重在这方面。我再看看哈，不过，我觉得基本上你们两个一遇到的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算是启动了啦。启动什么？启动你们两个人要往可能更加熟识交往，试着交往比较近的路上走。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可能你们第一次认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比较紧密了。它不像有些其他的，可能要经过2、3次的再见面，而且都是巧合或是别的事情，自己的主动力、控制力没那么强的状况再遇到。但这次不是，这次就是比较像是你们能掌握住这份关系的发展啦。因为后面下面有一些其他的能量，命运之轮的能量也进来了那连带的也有一些世界牌的能量所以算是第一次见面就已经算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了各关系可以慢慢的往下走。好，来看一下这个牌下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讯息好，先这样看一下。看权杖7，到7了权杖是，好，这边2张牌支持了，应该说比较像是佐证了佐证了你们的相遇的能量其实是有足够的动力，有足够的动能往下走。然后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它是有一个往下持续的力量那这也表示说，然后这里又有2张权杖，我觉得它其实是在讲说啦，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找到了2个人能够相处的方式、能量，还有一些小默契，这些我觉得超越了恶魔牌所给的比较表面的东西。我觉得恶魔牌只是一个初始的起点它比较像是一个开关开起来，可是它后面其实有火能量的支持。其实2个人呢比较不像是会在一起的，不像是互相能回应的。但是这里火能量就告诉你说，你们2个遇见之后，因为进入了新的感觉里，所以内在的那种对对方的好奇力、生命力、主动性、驱动性的一些基础能量就开始燃烧起来，所以会让你们有想要往下走的一个动力。好，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跟前面讲一样，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牌的能量是只让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就好像2个人都有中间隔了一道墙，隔了一个膜，好像就觉得好，就这次就好了，后面再看看，或者有很多状况会让你们只能在第一次见面见到一下之后就分散了，有的时候是这样。那今天这一组是你们内在有一个想要主动去做联系，而且会把它联系下来的一个状况，2个人都想，所以就变成说，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下次约会，你们可能就已经约好了，可能就已经有所安排，心里有底了。这样，那这个讯息，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火能量往前推那个火能量的内在性质是一种比较冲动的、莽撞的、非要不可的，我一定要往前走的这种概念。我觉得以理智、以风土能量来做对比来说的话，它算是比较冲动型的。
但是这个是这一题的好处，因为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恶魔牌，它是一个土能量很强大的，里面还掺杂了好几种不同的土能量做牵引。我刚刚就说你们会选择比较保守的方式，结果没想到底下藏了很多火能量，那就表示有突破性，它会突破这一个保守方式。虽然你们的本质习惯上会偏保守的选择，可是在这一次火能量来了，那我觉得会有所突破性，而且甚至很快就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喜欢。我觉得蛮有这个机会的，而且蛮有这个情况的哈。所以如果你下一次遇到你，彼此你会知道彼此就是看对眼了吧，或是你就觉得他是你喜欢的型，然后他对你有好感，我觉得不如大方的立刻表达对对方的感觉，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因为他这个顺序是顺的哦，这条路是顺的，所以可以表达没关系哈。好，来我们看第二个。我是没想到这里出来这里了。不过这里，我觉得这张牌哈，它比较呼应了这两张诶，它的那一个火的动能哈，它的那一个火的动能似乎有点比我以为的冲动还冲动，所以不能用所以哈，应该说，而且还有一种突然没了自己的瞬间的感觉，你听得懂？就没了自己，因为倒吊人牌其中有带来一些牺牲奉献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它回应了这个恶魔牌底下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牺牲奉献的概念已经会变成有一点点盲目咯，它的转向会变成有点盲目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那一个火花爆的还蛮强的，强到有一点点忘记自己，好像两个人都有一个默契，非常喜欢对方，而且慢慢的趋向于不选择保守的状态去表达。不过倒吊人牌这里以后，它不是只有一个讯号，它是有两个讯号。我在这张倒吊人牌看到两个相似的讯号在阻止你们的表现，就是说，它有一方是我刚刚讲的会加注或加强茫然冲动的这一件事，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个把行动力消弱的能量。所以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我想他应该知道，就是不能说他知道，就是说你跟他内在有一个你们无意识的概念，是觉得，有一种防御机制，有点保险丝的概念，就是好像知道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会冲动的去表达，或冲动的去很快就黏腻在一起，或是很想要加速变好。变要，反正就这些概念，就趋于冲动跟鲁莽的状态的时候，你们内在的那个保险丝就是到第二排的讯号就出来了。那他有把这个冲动跟能量消弱哦，我是不知道他能消弱多少啦，因为我觉得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其实有我很意外的火能量在底下爆发开来，启动起来哦，尤其启动起来的能量是权杖骑士，因为权杖骑士后面所带来的火能量蛮强的哦，有5有6的能量，而且是受祝福的哈，非常复杂的，就是说火的能量里面在细分好几种不同的意义的时候，骑士牌都带领着，所以我觉得你们那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火能量因为太强，那我不确定这个倒吊人牌出来的就是你们内在的自制力跟你们内在的那一种想要多做什么的这两兆的讯息是否有互相制衡？那这个结果就是说，会不会让你们对彼此的喜欢的表达收了一半？会不会？哦，我这边看到的白话一点讲，就是
你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应该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应该就很喜欢对方了。可是内在有在挣扎，要不要立刻表达出来对对方的喜欢的程度，还是就先收着，先不要，再看看就好了，会非常挣扎。哦，这一题会非常挣扎。那有些人是很立刻就知道说要收，下次再看看；有些人是立刻就要表达出来，他不想错过。这一题确实是就一半一半。哦，主要是倒吊人牌在这里出来，我觉得他没有要让这一件事情就这样滑着往前去就对了。哦，没有哈。那我们再看一看，往下看一下。我以为第二张牌会支持下去啊，可是没有哈。那我们就必须要想一下哈，审视一下到底为什么是这个讯号。太阳哈，好，底下偷偷说了两件事，就是说，冷静一下哈，达成制衡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向。为什么我说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向？这里虽然出太阳牌，可是你知道前面叫你们往前冲的底下也有太阳牌的出现，所以现在目前状况来说就是一半一半，就是你会很挣扎啦，要不要就表达出来哈。在愚人牌出来之前，我前面跟你们讲说，可以试着就完全表达出来，对不对？可是这里出现不是愚人牌啦，倒吊人牌，倒吊人牌出来之后，就觉得你们内心的某一种理智哦有跳出来，哦有跳出来，但我觉得蛮人性的啦，蛮人性的，然后又有宝剑牌哈。我现在在抓的是说，牌面到底真正想要给你的讯息是就往前冲啊，还是慢慢来？哦，所以我才说一半一半哦，因为牌子的讯息目前他们没有共识，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往好的点来看，就是说，反正接下来你会遇到这一个人哈，各方面都是你喜欢的之外，还会两个人的情绪都还蛮燥的啦，蛮燥的。哦，表示是真的蛮喜欢的了哈，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来，我们再往下翻。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牌的顺序对我来讲是能量是不顺的，一致性偏低哈。来，所以这个对就可能就比较复杂了。我再看一下哈。然后你看这里土能量又跑出来了。土能量这边给的讯息是说，当然啦，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往比较好的路径上走了。当然啦，这里任何的建议跟支持或反对的力量，无论是要理智还是要冲的力量，都是往希望你们变得更好的方向走了。那他这个牌出来在讲什么？那你相信你当下的直觉就好了哦，不要。不对，他不是在说你相信当下的直觉。金币牌在讲的是你当下看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因为是土能量，不是水能量，所以不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是你看清楚你当下能做什么，想做什么，该做什么，再去做。哦，金币能量出来之后，这两个火能量的能量就不够去抵抗牌面，希望你不要冲动哦，没办法抵抗这个讯息，他就说不要冲动哦，慢慢来就好哦。这个讯息现在变比较强了。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我翻比较大的牌来看好了，这个翻一张来看看这个金币10哈。你要知道，它金币10虽然土能量很强，可是它在讲的是不要冲动，是往好的、善意的、圆满的方向给的建议哦。
它不是一个强制力或是让你很无奈的讯息哦。好，宝剑骑士，现在骑士牌越来越多了哈。刚上面还出现一个宝剑9，我直接忽略到他给的基本讯息，我直接拾取他给的理智能量哈，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讲什么。刚刚那这边又出现了宝剑骑士哈，更加的加强了火能量，只是一瞬间有的，就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的那一个爆炸哦。那一个爆炸，那一个威力，那个强度，它就证明了是有。可是，但这一个火能量不是用来冲动的。记得我们刚一开始讲是用来抓住后面的持续性的，好吗？哈，所以再次证明那个冲动应该是要被约制住的，慢慢细水长流的相处下去，才是这个火能量的使用方法。哦，那宝剑骑士也出来，那就表示慢慢走，稳稳的走就好了。好，所以到第3张牌确实解惑了我们刚前面的疑问，就是到底要冲认真的表达，还是就慢慢来先收一下，慢慢的往下走。综合起来的答案是一步一步走。好，虽然一开始的悸动很强，但是你表达对对方的喜欢，慢慢表达就好，对方也会顺着你的反应而一步一步的慢慢表达。虽然我这边有看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非常有深层的默契，知道彼此是互相喜欢的，但是还是慢慢表达就好。有的时候会让你们冲啦，有时候会非常明显的。可是这个土风能量太多哦，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方向。好，这个点再翻，我来翻这一张。好。国王牌哈，看不到脸，反光了啊，没关系。这时候出国王牌 OK 啦，哦。国王牌出现的时候，代表着某种它在这个位置出现，而不是说它出现哈。它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代表了那一份很强的火能量是有长久性可以燃烧的，持续力，有点像是奥运的火把。你从很远的地方运到了目的地，运到了圣杯或什么，都还是能够持续稳定的燃烧。这里的国王牌代表的是这样子的火能量，所以他这边要你放心哈，这个慢慢来并不会淡掉，他会走到后面越来越有两个人在一起的生命力的感觉。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会感情越来越好啦，累积的比较完整啦，比较扎实啦。我在想，他为什么要在这一张牌这一组当下就开始有土有风能量出现？它比较像是综合了你们两个之前的恋爱经验，可能都有过一时太冲动，结果很快就失去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好像有一种非常难得的两个人的能量比较相近的状况，希望给一点介入，然后去维持的久一点。然后如果这样子比较慢，比较多的土能量，比较多的风能量来去约束、去平稳整个情绪，那他们在底下所布下的那一个火能量，让你们每一个时间段都有稳定的能源往前走，那就有用了哦，那就有用了哦，因为它比较像是国王牌比较是说，比较像是你去搭飞机啊，不能说搭飞机，反正比较像是你开车。然后要加油，这样，然后你确定一下你要加了多少油，就发现你用的那个油足够让你到目的地，然后你就安心了。它这组国王牌在这里的感觉就是这样，告诉你说能源够，你就慢慢开就好了，大概是这样哈。来，我看一下这国王牌后面的讯息。不要这张好了，用另外一个。这一组，
好，等一下用这个看一下。哦，宝剑五哈，那 OK 啦，那 OK 啦。他这边讲的比较像是说，你们慢慢发展下去之后，不同段会需要不同的能源，会有不同的挑战。但放心哈，只要稳稳的走，记得哈是土能量做底，风能量做指引，慢慢的走哈，记得要比较偏向比较理智。他这边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要比较清楚看到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三件事，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之后，来做下你的决定，然后慢慢走，稳稳的走。记得到现在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都没有出来？水能量都没有认真的出来，表示什么？你们这段关系直觉好像不太派得上用场。好，那不太派得上用场，那什么派得上用场？好好的享受这一个稳定。好好享受这一个平衡的感觉，好好的享受你的情绪被一点一点的怎么讲安排起来，就是它其实就是说，你们这个关系的甜蜜跟幸福感会在比较稳的来往，不是情绪非常澎湃的，不是什么大笑大哭的，不是什么情感撞击的。他的意思就在讲说，你们这段关系会比较平稳，会比较冷静，会有很多细微细节上的小甜蜜，生活里的小确幸的这种关系。这一组是这样哈。那火能量本来一种冲动澎湃的能量，它用了一种每一个时段都分配好了，让你们稳稳往下走的能量的转换，它改成这样子。来，我们来看这个哈。你看，又是宝剑哈，看到最遥望的能量哦，宝剑哈，最深层的能量是宝剑，所以我们就直接定义下来哈，因为这个宝剑是宝剑4嘛，我不把它看成一种阻碍啦，我把它看成是你们内在有某种心情的平静的品质非常要求。好，那这一个默契在你们两个互相遇见的时候会出现的非常明显。那它应该照这一个路径来说，它抵消了或是掩盖了你们第一次见面互相喜欢的那一股恶魔能量、火能量的冲动的爆发。它爆发了，但它立刻被限制了，被压住了，被框限了，因为你们立刻回到了某种平静状态，所以我们才要一直往下翻，因为前面比较像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刚刚就表现出来了嘛。所以到了钱币10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牌面比较支持你们应该会需要选择比较平静、慢慢来的方式，对不对？结果翻到最后才发现，其实你们内心最底下本身就需要不要那么冲动澎湃的表达，并不代表说你们不需要这么内心澎湃的感觉，这是不一样的方向。好，只是这里没有水能量去支持你们对于那个澎湃跟极度情绪化的感觉没有出现，但不代表没有，只是现在说这里比较着重在你们会怎么选择去处理这段感情遇到的时候的表现表达。即使你这边没有，但对方会，因为这一题是双向的。讯号没有特别觉得是谁，我没有感觉，没有收到这个讯息，所以是双向的。如果你没有，那就表示对方一定会这样子做选择。所以如果你是非常澎湃热情的话，比我们讲的再更澎湃、更热情、更想要表达说，对方的冷漠不代表他内在对你是没有感觉，没有跟你一样激动，他有，但他不会这样子表达出来。好，你要理解一下这个顺序哈。那这个能量的结构是这样，来我们再帮你翻译成这个。哎，好哈，也是国王牌哈，那就没话说啦啊。无论是用什么角度，好牌阵里面它的结构，它都是讲国王牌，好像就表示说，
那个火能量确实被换成了你们两个行走的基底的一种稳定的能源，它会让你们往下持续走。这里被证明了，它会让你们慢慢持续走。但记得有节奏的、慢慢的相处，是你们这一组蛮需要的一种方式哦。因为能量的安排似乎是这样，它结构的安排似乎已经定义成这样。我必须说，不是说你们必须照着这个走，或是你本来不会照着这个走，需要照牌面的建议这样走，不是。其实这里在讲的是说，你们如果顺着自己的感受、自己内在的本质，跟你想这样走的话，其实会变成这样子的演变。它并不是一个告诉你你只能这样走，不是这个啦。它其实是在解析说，你们两个在一起遇到了之后的整个内在的能量结构的状况。那你今天看到了，只是在跟你提醒说是这样哦。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觉，那你就照着走会比较安全哦。然后为什么会比较安全？因为底下的火能量，它已经帮你安排每一个阶段性的能源都是足够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会冷掉或什么。只要慢慢的走，会有非常稳定的四方能量在支持你们，慢慢的发展出比较好的关系。好，就是这样。来，再往下看哈。为什么他这一题会特别着重在讲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会有误差，因为你不知道你期待的人是不是只符合在你想要的外表啊，或是一些比较浮面的条件里。那今天告诉你这些，比较像是说 ，OK， 你只要照着比较稳的方式走，你自己也想要，那就没有错了哈，那就没有错了。来看一下。还有6，等一下哈，我怕出镜头。好，然后简略收个尾哈。那水能量总算出来了哈，我来看一下水能量的位置出现在哪。水量的位置在说，还要到比较后面，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奔放才会比较丰沛，并不代表内在的，也是需要某种稳定跟熟悉度达到了标准了，两个默契达到了，你们最内在的那一种奔放的情绪才会比较出来，然后，那这边也说水能量必须要在这份关系上有一个开窍点、突破点之后，它才会出来。那在牌面要给的一个理智。一个需要你理解的一个概念是说，这段关系会比你想象中的走得慢，但是会走得更稳。那后面会慢慢比较能挖掘出两个人内心世界的伤痛、喜怒哀乐本来是什么。它需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上才能够谈论比较内心的事情，所以需要等待，不要太快去处理内心上有什么东西哈。那风能量都跑出来了啦，那情感上面风能量也出来，也在说情绪上面你们会比较用理智的方式去处理，那是对的，慢慢来哈，因为毕竟他刚说的水能量都在比较后面，所以前期刚相处还没到这么稳之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比较多的高度判断去确定的。那他的高度判断的要求的品质是用宝剑国王来约束的来定义的，所以它是要极高标准的理智去判断你要表现什么，你要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硬后这关系，可是没有，这只是初期你们两个相处，因为他似乎有在暗示说，你们内在的比较多的水能量、跟情感能量、跟情感价值观或是情绪是比较不搭的，所以需要在建立比较高的稳定跟安全感，还有信任度之后再表达出来，才彼此才能够比较能够接到啦，才能接到了哈。好，就这样，这题我觉得算有点难，还好有找到方向跟答案，那就 OK 哈，那就这样啊，希望你听得懂哈，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感啦，好，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心里期待的那个人来了哈，心里期待的那个人来了。那我们一样，先选5张牌，抽5张牌来看看这个基底的能量的发展。我们再从其中再分支出去抽其他的牌哦。来，来第1张，好。我在想我要不要先抽哈。今天的牌好像好，先不抽好了，先放着。来，先第1张，不抽。来，圣杯2，我都会先从最表面的、最浅的、基础的讯息先说哈。你要去参加活动哦，活动包括我通常讲活动都是包括只要反正就去参加比较多人的事件啦，比如说生日、喜宴、看电影、露营、婚礼，反正会有很多别人出现的，就是我说的活动，好吗？去上课程也是，哦，去假日去教会，去哪里去拜拜或什么，反正会有其他跟你有关系的人出现的事情，都算活动。哦，家人聚会也算。哦，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会出现在活动里。那我等一下再帮你捕捉是什么样子活动，因为这太广泛了哈。那我们再缩小，他会出现在跟你比较好的，或是最好的那一个朋友带你去的活动里。哦，我们缩小范围大概是这样。那我这边所看到的讯号是一种反向的，你是被动的，好，它出现在你面前，你是惊喜的。所谓的惊喜是你自己是没有先发现他的，而他会先主动来认识你，或是跟你们讲话，或是跟你的朋友讲话，或是跟你身边那个最好的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旁观者，然后会有点惊讶，说：“哇，这就是我喜欢的。”好，那对方的目的是为了你走来，还是为了你朋友走来？目前没看到，我这个要等一下翻才会知道哈。那你的这个被动也不是他朝向你来的被动了哈。这题有一些画面被掩盖了哈，我必须要用翻的才知道。好，我想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圣杯2后面还有什么别的能量被引来了哈。等一下哈。OK， 其实好，这边有一点小小的讯息是，对方很有可能有2个讯息。一个是他可能刚从一件很忙碌的工作事情，非常让他烦躁的大事情中，脱出来，离开。好，就是说他现在心情是比较豁达，然后平稳的，比较新的，比较已经超脱了之前的事情，表示这件事情还蛮大的啦。哦，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有个转换啦，但这个能量不多，有一点点，所以就算有，也是已经很久，已经有一阵子了哈。所以我这边在讲的是说，这一个人出现，他有一个他想要的全新的自己，他把他自己一个新的自己带出来了，然后表现给别人，所以他会跟过往的他有点不同。那这个讯号代表的是说什么？在本来就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形容来说，会说：“诶，他有点不一样，或是他跟以前不一样。”好，那这个讯息比较小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可能没有那么不一样，好，有不一样但没那么不一样，这是一个。但我比较偏向支持的是另外一个讯号是，他确实不一样了，可是让他不一样那个事情已经发生好一阵子了，1-2年了。所以现在再看到他的人，或是遇到他的人，才会觉得他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其实他已经经历完了，在他自己的内在也觉得
现在他就现在他没有跟以前不一样，只是因为他已经走完了，他走来了哈。那没关系啊，反正你现在遇到了他就是2.0的他或进化一点的他了，升级一点的他，比较蛮好的了哈。我再看一下啊。好啦，你们的整个情况水能量确实是蛮丰沛的哈，所以可以大胆的，可以奔放一点的去表达你对任何人的喜欢啦。最近期这里在讲你了哈，因为这个人来的时候也是用比较大胆、比较奔放的水能量所带动他，他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他如果你有兴趣去听1号牌的话，会有跟这组牌会可能有点非常完全不同哦。1号牌讲的是原本有奔放的情绪，可是被理智封锁住了。可是封锁住的概念是为了更好。而这一组牌，我觉得从这里先出来的，我的一开始的感觉是尽量奔放，尽量去表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因为我看到那边能量跟你这边能量这个方面想法是对齐的，好，这方面是对齐的，所以可以先做这个预设哈，先做这个预判，我们往下翻就知道了。来，6，然后再翻一张，又是水能量，又是火能量，好，可以奔放啦，可以尽量表达啦哈，因为整个围在你们2个世界的能量都是属于支持、比较直接、比较坦然、比较自我、比较随性、比较有生命力的能量，在你们2个第一次相遇的，所以不用担心特别去表达你的喜好或是你原本的样子会搞砸什么。第一次见面似乎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对方我看到的是一个看起来稳定，可是内在非常疯狂的，不能到疯狂，没有到疯狂，这太危险的形容。我觉得奔放，很奔放的一种内在。所以他现在的对于整个世界的包容度、跟接受度、跟宽广度、心胸是属于一种最大值的状态。所以你任何表现对他来讲，他会去拾取你给他的好感的点，来去作为跟你相处的一种关系上的连结，而不是去判断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不是这样哈。那总之，第一张牌先说，近期你去出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大胆的去奔放表现你自己啦，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来，好，第2张，好，我已经洗完后，等下直接用抽的了哦，直接用翻的了。来，这一排在这，我想一下哈。他似乎是在说，你心里所期待的这一个人呢、他不是表面上或什么是你期待的耶，他好像连内在很多，你可能没办法具体去形容你在期待什么样子的内在的人的那个东西这个人身上有，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个人身上有，而且你会后面才会知道说，哦。他身上有我本来想要的东西，但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但是你知道这一个点它有一个时间性，他需要在几次相处之后才会发现这一点我觉得有被，因为我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觉得离你们第一次见面有一点距离。它有一个空间，好像不会这么快。它的空间比较不像是，它比较像是落差，就说你们在这个平面上，然后它在这个真相在下面，必须要往下掉下去之后才会找到。它如果像是这个地面，你们都踩在这个地面在聊天，可是它的真正内心的那一个真正的你想要的东西在这里，所以你要慢慢的深入往下挖才挖到的东西，所以不是第一次就能够遇见的。那我是有看到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的互动还蛮频率蛮高的，震动蛮高的，表示你们可以讲到蛮多话的。
但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没有那么快出现在你面前，他身上有，但是必须要再等一下才会出现。来，好，没关系，我看一下。哦，3、4，哦，如果他是这样子走向的话，他是说慢慢走下去有哦，在后面那一个你想要的，其实他在说哈，你期待的那一个人啦，那一种本质啦，哦，我们用讲一个比较肤浅，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你设定好的完美的人啦，哦，可能对现在这个人没有那么完美，可是这个完美的人里面有一些内在心底层特质、个性或什么的，你很难具体说出来的。我为什么说很难具体说出来的？因为通常这个答案都是你在跟之前的人相处的时候，或是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设定说，哦，我也想要这样子。可是这个我也想要这样子的讯号是就埋藏在你心底，可是别人在这题目再出来的时候，你不会立刻就抓到的。那这里在讲说这一个人哈，他里面有，可是他要慢慢的相处之后，才发现说那一个你以前有感觉到说，哦，我也想要这样子的人的那个讯号，这个人有符合，虽然没有到完美，但是他有些线索、有些条件，这个人有符合在里面。这边说的是说有超乎你预期的好啦，然后但是确实是有一条路径是需要慢慢去挖掘的，它不会突然让你发现，它会让你慢慢从一种，就是说这个人你对他的喜欢，其实是因为他内心底下有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你慢慢把你吸引住了，但是在初期或是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是被那个东西吸引，然后相处慢慢相处，到后面才发现说，哦，其实你是被他内在的这个东西吸引，才会愿意慢慢的去挖掘他的好，愿意去跟这个人好好的相处，慢慢相处。那底下的那一个东西比你想象中的要好的意思是说，你原本在别人身上或别人的故事里面，心里想说，哦，我也想要这样子的特色，这样子的特点，这样子的人，你以为只有那样，可是后来你在这个人身上慢慢挖掘到时候，原来才发现说，比你以为的好还要更好，那个幸福的感觉，那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原来比你以为的更珍贵哦。那这个人里面有，那是什么？那个你要自己去发现，只能说，这个人有一些内在的保障是你要的啦。哦，慢慢相处下去才会知道。只是，这样讲有点恐怖，对不对？只是我要提醒一点，这都是一些向往。我目前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感觉还不错之后的持续力的时间性有多长，还是能到多远？好，等下翻看看有没有哈。等下翻看，那相较于第一组牌说，第一组牌一开始就已经有说有持续力安排了，就是说两个人的能源是有足够可以往下走、往下发展。但是今天2号牌，我觉得他只有说有个向往，告诉你说这个人的内在有你想要的东西，但是需要慢慢的往下挖。可是这个慢慢的往下挖，只有路径，但没有支持往下走的能源动能。它虽然这里3好像有，但就只有3，哦，就只有3。那这一个权杖6的能量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它这个只支持第一次相处的时候在使用的那一种幸福感、契合感、奔放的感觉、喜欢的感觉，它只支持在第一个。哦，因为它其实6好像也是个路径往下走，可是对我的牌阵我看的定义来说，它这一条路径只支持到你们相遇而已，好，没有在后面，后面都没有再往下翻。好，然后希望你听得懂前面讲的这个哈。来，小结就是啦，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还蛮奔放，还蛮喜欢的表现的。那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在他的内在里，但是一开始并不知道，很难挖掘，要花点时间才来挖掘。只是这个花时间到底要多久不知道，然后也没有确定你们两个会不会交往一阵子，然后在一起，也没有确定，也没有那个动能出现。好，现在就只能诠释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第一次见面这样。我们还有牌，我们后面再看就知道了。来，6了哈。这边说，如果你跟这个人要常见面，要持续性的话，我跟你说，你这边要反过来主动一点了。还有，我先不支持你主动保持联络这一点，因为我没有看到这里能量。我比较支持这边比较需要比较多的支持是说，呃，你们的关系哈，要变得有进化，好像从这里被改了，改成比较像是说，需要再多去几次朋友的场合，再多遇到他几次，才会比较确定哦。虽然前面感觉还蛮奔放的，好像还蛮契合的什么的，可是好像只有那一次而已。我从这里看着，我觉得只有那一次，然后再到这里，我觉得需要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他们要去哪里，然后有他，从第一次认识之后，你就发现有他，记得要去，因为你们的关系连接好像还需要这种大家一起的感觉去做酝酿，去做催化剂，那才会在这样子的相处里面感受到彼此的重要性，尤其他才会比较确定你的重要性，他才会更想要在每次再更看到你，之后会进而变成是他直接约你这样。好、这是他这里感情上的一个顺序啦，哦，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哦，因为我从这里再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他的某种故事线是有点改变的。虽然我们一开始说需要奔放什么的，那个我觉得他被觉得就只有第一次而已。可是那第一次的好处是，他加重了某种很深的印象跟很就是说，你看，就像一个烟火嘛，它可能飞上去然后爆开，你会发现有些烟花会在天上很久，比较久，有些就爆完了一下就没有了嘛，散完了就没有了。可是有些会很久，掉落了很久，你们的感觉比较像这样。那每一次都会像是比较爆发比较久的烟火，所以才会说希望你尽可能的去跟你知道他会出现的朋友的聚会或什么，你也想办法去，或是你也就加入，不要拒绝就去。那通常就会在这样子的互动里累积比较多的确定感。这边讲的是这个哈，没办法，因为它转折就这样。因为我刚刚就说这个关系要走比较长远，或是再往下相处到有交往，这里没有动能支持，可是这里却只告诉你的方法哦。那可以试看看啦，就是说，他这个确定要让他确定到他另外直接找你，或是约你，可能要一点点顺序，要一点点前面有一些前置的，要在比较几次的见面之后才会有哦。但是不用说一定要很多次才有，他的意思是说，可能第二次见面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比较主动性的，就是觉得好感会起来。他其实是有别于第一次见面之后，后面会有几次的机会。或是你可以去创造那个机会，这里是有一个主动性，你可以创造那个机会了。好，好，没关系，我再翻哈。好，没错哈，是这个方向。
我刚刚说你要去主动性的去参加过去什么知道他会去，你也想去，这样，他确实是个机会，是个能显化你们关系进展的一个方式，确实是这边有说，有魔术师牌都来了，然后圣杯国王也出现了他在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对你们两个来说情感上比较正常、比较合乎你们两个情感发展的一条路径啦。所以这边我比较确定的是，你们两个要一开始确实遇到的时候感觉很好，也能够无忧无虑的、无所顾忌的去表达自己。可是后面的持续性被定义在可能要有几次这样子的相遇之后，才会至少对方才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感觉。那确定之后，才会开始显化，后面有点接近要交往，或是不同于他人的朋友关系的一种想法。他会确定他有这个想法之后，他会比较有主动的去另外再去约你，让你们两个有共同自己的时间，而不是都是去跟大家一起。他会有这个顺序，和这边有。那从那个时候，他确定他对你的在意或什么比较多的时候，那这个水能量就会照着往情感的方向走了啦，他就会往那里走了。基本上你还是需要采取比较被动的方式，不能，我觉得这里有讯号没有支持你要比较主动的去约他或什么，似乎这里比较需要被动一点，他那边的能量跟确定性才会比较高。如果你的主动比较多，他那边还在犹豫或是没有确定的时候，会不小心被归类在是朋友的邀约那个概念上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这边只是把这个讯息说破了啦。基本上常常是应该是说以不看牌前的现实状况来说，其实不能这样说破，这样是太多的小技巧。那可是因为看牌了，所以只能告诉你说，他是在怕你误会他不喜欢你，或是没有感觉，或是只有第一次见面完之后就没有办法联络。其实他没有，他这边只是在讲说，没有后面两个人的联系需要再靠好几次跟朋友的聚会之后，才会自然而然的发展成这样。那这边也在提醒你说，也许你已经出去了，然后已经遇到了一些人，然后其实里面有人是喜欢你的，那你还需要再出去，再去创造跟这些人重复的见面之后，会有人心中会产生某种确定，然后会跟你表达他对你有不同的感觉，他会想试着交往看看，也有这个状况。他这个故事线不是只是一种故事发展，它是会有类似的情况，其实已经在发生中了。那这边只是说尽量出去了，尽量跟朋友出去，机会会比较好。这个建议非常常出现，这是很合理的，因为那些人就是出现在你出去之后才遇到的啦。那有的时候是第一次见面完就不需要了，就你们会自己约了。可是这一组确实是需要比较多次的出去，再遇见他。来看一下第二个。好，6了，然后这里又国王了，骑士了，那没有办法他这里已经叫你要主动性要多一点了，去创造这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聚会，然后让你们见面。他这边行动力出来了，叫你多去多创造了而且这个人会在非常非常频繁的状况出现。我把它捕捉一种状况，它比较像是说，你平常就只是跟你的朋友约出去，然后去闲逛或什么，然后他会出现。或是你们去谁的生日的时候，本来也没有预期他什么他会出现，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后面会有。那这一个出现会产生某种水能量的浪漫气息，然后在他心底
他本来去也没有要遇见你，可是可以看到你。我终于知道他这里说什么，所以那一次后面好几次的遇见，在累积你们两个人的偶遇方式。那慢慢的，他心里会有一种东西发芽，就是我原本是喜欢没错，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喜欢，会有这样子哦。我是喜欢这个人没错，但我没想到我这么在意，会有这样子的讯号在他心里发生。所以在后面在几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他的主动性就会起来。哈，这边原来这边讲的是这个，然后我再往下翻其他的。等一下哈，我再往这个我再加一张。试着哈，那好，没错啦。好，他会开始有一些一点一滴的情愫会累积起来。其实刚前面讲了，其实这里只是再加强一次哈。确实，这个你们的浪漫气息是需要在一次一次在朋友的聚会里面的偶遇创造出来的。好，好，那这个线就没问题。那我刚刚是不是说，如果你知道他会去，所以你要去这条线，你可以多做？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需要，他会自己出现哈。那这里讲的是说，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内在最内心他的角度就有非常喜欢你了，对你有非常深的吸引力了。哦，你非常吸引他啦。那他第一次其实就有奔放的把这个情感什么都表达出来了，我想你应该也有接收到。那你也可以表达啦，只是会有一种小小的失落感，讲说第一次就非常喜欢，为什么后面就没有延续？所以后面告诉你方法没有，就是要好几次的见面。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你们两个人的一种暧昧方式，很特别的暧昧方式。明明就可以在第一次之后做很强的联系，可是好像却没有，他也没有，你也没有。那这一个两个人的感情的累积，需要靠间歇式的、间断式的遇见来去累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情故事啦。明明一开始就还蛮喜欢的哈。来，我这没好，你看开始水能量都跑出来了哈。好，这只能说你们的喜欢值很高啦，却要用这种方式来累积，也是不错啦哈。至少我觉得挺浪漫的哈。来，我们再来看其他6张哈。这一组走到后面，我觉得算平淡了，因为似乎被我抓出了这一个爱情的结构，这个爱情小说的故事，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关键字，对不对？关键字就是你们第一次见面，互相感觉很好，可是人消失了，所以要再多跟朋友出去之后，会再有好几次的见面，然后会加深两个人的感觉，然后后面两个就会特别去约出去，会有自己的两人世界了。就这样，翻了这么多，好，我再看。好。Sorry， 有个出镜的，所以拍一下。好，看一下哈，最后做一个收尾哈。牌面说你们两个的相遇跟你们两个的内在的能量的连接性力量很强啦，所以无论你们再怎么不常只主动约或是怎么样，你们在第一次相遇之后，能量的连接因为很强，所以你在出去跟朋友见面、出去玩的时候，才会这么长，才会这么偶然的会遇到他。那这个能量的连接其实有越来越是水能量在做连接了，而且是一个非常扎实的方式去连接你们两个的水能量的。那它会把你们两个带到
让你们两个人浪漫气息或相遇的事件会带到一些非常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那因为每一次的这样子的遇见，才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幸福感。这边又再讲一次，好，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不平常啦。这个累积感情的方式，我觉得非常不平常，也不太稳定啦。但是终究会累积你们两个的感情。你看水能量这些都出来了，好，这些都我就不解释，因为它还是就是我前面讲，就是会慢慢的就有，会慢慢的就有。好，那这个国王牌在这里讲一件事是，他希望你能够想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这段感情哈，虽然很澎湃，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非常有感觉，很想要做什么，可是会有一种好像没办法去施展、没办法去表达的概念。他希望你明白，因为你们的这个两个人综合起来的这个能量似乎被打碎了，被拆散在不同的时间点，有点像是，因为他这张牌让我觉得他那火能量哈进来之后有一个冲击，让你们两个人的，就说你们的故事可能是一颗球，可是好像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有被撞碎、分散到各个时间点了，所以变成是说你们两个还是很容易会遇见。可是就变成每一次都有种零零碎碎的感觉，所以才要常常比较遇见，或是后来几次遇见之后，才慢慢的捕捉到你们两个的感觉，才把那些碎片捡起来之后，才知道说，哦，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或是缘分吧，或是连结，其实非常绵密，非常紧实。那不如我们就自己开创自己的路径，这样子。反正他这个抽象的概念是这样啦。我看到这个火能量，他给的智慧是说，如果用最白话的讲，这里给的机会是说，我觉得他在讲的比较像是说，不要急，好，不是你们的互相喜欢的感情不扎实，或是不是欲擒故纵，或是不是只是玩玩的，都是淡的，不是幻觉。他讲说不要急，不要往这里想，他只是你们的情感的综合能量被分散了，需要有点像是寻宝一样，要慢慢收集起来，才会确定彼此是很在意的，才会确定彼此在心里是很重要的。他好像要很多时间慢慢收集起来。哦，他也不是你们两个要常常遇见好朋友这样子日久生情累积起来，他不是这个方向，他就是要好几次这样碎片式的收集起来，才会确定对对方的感觉。所以我才说这一个是比较不平凡、比较不平常的一个状态啦。好，那你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浪漫的哈。然后回想一下，其实这么抽象的形容，这么幻想式的形容，可是它其实扎实的生活上的形容就是。你后来再出去跟多人多场出去，会再见到他几次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会确定你们两个就会比较确定说，其实你们两个有特别的感觉。最简单、最简化的讲法就是这样。好，那这个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好，就这样，我希望找到一些方向感哈。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来，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心理期待的人来了啊。来，我们一样从选择5张牌之后来看哈，来先抽3张牌来看一个基底能量，我们再慢慢往下发展哈。哦，好，好，来。那是这个就好哈，来先看第1张，圣杯10啊，还不错啦。哦，圣杯10对，如果以今天这个题目圣杯10还不错，它会在你们从相遇哈，你们从遇到，然后再往整个发展流程上哈，都是趋向于一种被祝福啦。整个状态行走都
很平稳，很幸福感很不错，也没什么问题哈。也不像其他组别，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一开始遇到，然后后面需要有一些挑战，或是有一些关卡才会比较，最后才会在一起。他这一组一开始就是你们一开始遇到之后就已经会有蛮好的感觉，然后是往一个比较稳定的交往，或是到最后再到确定在一起的方向走，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常见吗？该说常见吗？应该说就是一个平稳的恋爱状态了哈。因为他已经用圣杯10来包了，他已经是有一个方向感了哈。他已经定义了这整个状况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一个形态了，所以这一组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了。而且，目前看起来好像可以啦哦。来，我们再往下看。我的可以啦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感受到什么负能量了哈。来，好，来哈，而且两个似乎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很强的火能量哈。该说是一见倾心吗？一见钟情吗？我觉得我通常不会往那里讲了，但是蛮类似的啦。第一次见到就有一种非常契合的感觉，火能量有点太爆发了哈。我以我的角度哈，像我确实还是偏理智去判断情感的人，所以以我的角度，我都会通常会去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局限，两个人在一起，还有一些比较人性的退缩或什么。可是今天这一组牌就是水的能量，一开始就受祝福，就祝福了你们的这个相遇之后，就用火能量来做奔放的动能。也就是说，原本我也以为是一个慢慢进行关系的，可是这个却有一种闪电的感觉哈。节奏是快的，能量又是在开到最大值，这两张都已经是水火能量开到很大值了，所以你们应该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非常有恋爱的感觉了，有恋爱的冲动哈，两个人会想腻在一起，也会有两人世界的状况出来哈。那我看这一组牌应该讲得很快，因为通常我会花比较长时间去讲，就是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边边角角。有很多的挑战，有一些困难点，会帮你们想办法找出一些释怀的点或是突破点。但这组光这两张牌就很顺，我觉得后面的东西应该希望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哈。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定义了这整个事件的一个主旨。好，好吧，那些我们再往下翻哈，反正可以翻的牌还蛮多的。7哈，那这里提示开始会有一些提示了哈，所以但是也别担心，我会告诉你一些内在的提示的讯息哈。他这里在提示说，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感觉来得又急又快，所以不踏实，懂吗？所以不踏实，因为它少了很多时间的累积，相处的累积啊，所以在你们两个相遇的初期的时候，那个节奏的快速，如果你是一个年纪大概有一点，我说的有一点就是不是20岁啦，30、40，你看到这组牌，或是你遇到一个感觉很急速、很突然出现的爱情的时候，你们心里的某种以前过往经验的芥蒂感就会全部跳出来。那它就是这一个钱币7所告诉你的那一个不安、不扎实的感觉就会随之而来。我没有办法叫你回避掉或是忽略这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到成熟、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必然有的反应啦。那他这里又再次强调这件事情的话，表示这一个不安跟想要慢下来看清楚的直觉是对的，表示你本来就该有。不过别担心啦，因为它就是圣杯10做一个包起来的嘛，它只是在告诉你说，你会有这个反应，你会有这个审视，你会有这个判断，你会有这个理智跑出来，你会有这个不安，你会有这个想要有安全感的向往，或者都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去好好的感受它，你就去好好的判断现在眼前的这个是否是个虚幻的幻觉，你会找到答案的哈。就是
结果是钱币10做衬底，所以在这样子相辅相成之下，他再次确定了你的不安会找到一个稳定的答案，而且还是一种确定这是幸福无误的感觉。好，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比较坏心眼，或是我比较担心你们，所以我会后来看到这种很顺的牌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个警报声会响起。这个警报声响起是响起什么？就是不可能会有我没有发现的一些阴暗的角落跟一些提示要告诉你们，不可能就把你们直接往幸福的方向推进去，告诉你们说一切都会很好。我心态是这样啦，因为在我算牌算了这么多，我时常发现了好牌里面的阴暗角落，那我会有选择性的要不要说出来，或是我会用一种暗示性的方式说出来。好。或是通常牌面上有非常多问题，我会去用一种提示性的方式告诉对方，让对方自己觉醒。好，相反的，牌面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一定有我没看到的地方死角，好，所以我会去寻找。那今天光这4张牌，我还没有看到，我反而只是觉得你们心中对于幸福来得太快的不安感有比较明确的表达，但我觉得很正常。然后我也觉得你们有这个反应，我觉得反而我比较安心，反而我比较安心。至少你会再用你的眼睛去看一下眼前的这个稳定、这个幸福、这个浪漫、这个冲击，是否把你冲昏头了？还好，还好，还好，那些东西都还在。好 ，OK 了，没关系，再往下翻。我觉得大致上是非常好的哈，别担心哈，不用太担心。那你看，又出现金币，然后又是皇后。他这里告诉你的是说，你们两个这份关系是踩在一个很容易种出好东西的土地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经营后，好好相处，都会有非常好的未来。就这样，有没有我很难去扫兴的说什么，因为他就这么说了。而且他还处在一种，你们越是向往两个人关系好，他就越能够长出好的东西来。当你们两个的感情感觉越加的浓密，就会往比较好的方向走，都是好的。两个能量是顺的，有互补，还重叠，然后还契合，价值观各方面还很融洽。只有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安的挣扎，但能量不强。因为它毕竟还是在金币能量，表示说它还是在往着叫建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扎实度的方向走。好，来，我再往下翻哈。好啦，我现在就比较能接受它是一个绝对好牌了。那这个牌跟这个牌其实雷同，它就是内心有一些不安然后内心有一些对情感的不确定。跟一些以前过往的经验的扰乱跟小声音会有，还是会出现，但是力量强不过金币皇后的压制，所以能量也很小，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大碍。比起金币7所带来的这个不安来说，它更小了。他的那个迷茫，他的选择，他的哀苦哀痛的声音都非常小，也不强大，所以那都是只是一些基本人性的状态。所以这个能量上不去哈。好，都还是好的了，没关系，我们都哇，OK，圣杯骑士哈，哇，我看这组会讲的非常快，可能会是我史上讲最快的一次。圣杯骑士说，这是一个非常甜蜜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会往下走，他会很奔放，他会很顺，他会有你们想要的浪漫模式，有你期待的浪漫价值，有你期待的爱情价值。这个故事线会符合你想要的爱情，就这样。然后越走越像，越走越像哈。那只是必须说，因为它的金币能量还是很多，土能量还是很多，所以还是要慢慢走还是要慢慢走。只是起心动念是圣杯10，
起心动念是权杖国王，他很嗨，能量很强，可是土能量约制了，他还是要慢慢走。那圣杯骑士说慢慢走就会走到，而且慢慢走会越走越好。他是说越走越好的，我也没办法。你看这里又还是，而且越走越好之外，你们还能够找到彼此互相喜欢的成分还越来越多，还会越来越喜欢彼此，甚至也在这一份爱恋之中，你们还越来越喜欢自己。发现你们两个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了滋养，还得到了一个新的自己，还更加的能够喜欢自己，给彼此一种自由喜欢自己的概念，没有互相依赖，还给彼此很好的呼吸空间。哇，这组牌是这样好。这组牌到现在都还没有让我觉得很烦恼的东西哦。哇，这也是怎么搞的好吧，我必须臣服这副牌，再告诉我说，这确实是一个完善完满的爱情故事。好，那在你们的最心底里面，甚至还会知道你的朋友跟其他人是能够认同你的，然后你也知道你的朋友会愿意祝福你的，你甚至连你的朋友，你甚至对于你喜欢的这个人的任何质疑，都还不会映射出你朋友之前对于你的恋爱交往对象的质疑，完全没有这个讯息，表示你知道你现在喜欢的这一个人，大家都会喜欢。哦，内在也有，好。而且还是6，难得出现宝剑，应该会有一些讯息是困难的、阻碍的、烦恼的，可是却给6，告诉你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慢慢走就可以。它其中也有甜蜜的包袱，一切都是走向浪漫的。所以现在这几张牌在告诉我一件事，就是说这些里面的烦恼都是属于比较非常人性的。你会对于这种来得很快又精准又幸福的感觉感到不安是正常的。然后你会不知道说这个之后是否你再这样子经营下去是否会有未来，这都是心情上的一个烦恼。但是在理智上难得出现理智，理智却跟你说没关系，这样子慢慢走往前走。这就是一个你会有一种对于幸福来的又急又满的一种甜蜜的包袱，因为你要承受了对方另外一个人的感觉，可是却不是负面的，却是快乐的感觉。好，连宝剑都只是这样，都在这边这样讲，所以我就做个小结了。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接下来遇到这个他除了是你心里期待的人之外，他对你做的任何事情什么的，他都会让你感觉到很舒服。我就用很舒服就好了，很舒适、很舒服、很适合。因为这里真的没有什么阻碍或是转换的牌。如果硬要挑剔的话，都是心情上的不安，跟你的生命经验、你以前的经验所带给你的某一种防备心，那都是非常人性的基本的，可是却没有任何真的要去面对的事件。譬如说，你们遇到之后可能要先离开一阵子，没有这种东西，或者是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就把感觉收起来，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说突然中间在下次见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距，就是没有一些其他的事件。3号牌的顺序就是非常顺的，一路走下去。10张牌的机会就是没有这么明显的，也没有提示，也没有什么，只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相遇，可以好好的相处下去而且还有远方，还有路径，牌面还告诉你说可以往下走，后面还越来越好。土能量铺了路，水能量当做礼物在后面。还有一开始就给你了宝剑国王的动能。有的时候动能不够，它会很像就一开始才会有。现在动能一开始就给宝剑那个权杖国王，那个动能很强，持续性很强。那有些人会觉得权杖国王的能量就是一下子然后就没有，那是火能量。可是他现在是国王，他够长，因为他是
土能量跟火能量的结合。它很像炼金，你知道，它很像打造武器炼金，它是一种炼金的状态，所以它是很扎实的、很持久的，火能量很强的，是岩浆型的那种概念了哈。所以我觉得这组目前看起来都很好，都很好哈，所以你可以欣喜的接受，可能下一段恋情就会发展得不错。来，我们再来翻其他6张牌哈，我觉得那6张不用我来帮你翻，我很有一阵子没翻的就是你们的3种连结哈，你们为什么连结？帮你们把你们的故事补充一下哈。好。没位置哈，我来移一下。好。好。首先呢，第一个连结就是说哈，其实，在你跟他的内心哈，其实有一个共识啦，就是很想要什么样子的爱情。可是，在人生的经历上遇到了很多像幻觉一样的，很像，可是遇到了却发现也不是，然后就没有。那你们这一次的相遇是终于好不容易，在经历了好几次的幻觉之后，比较真的内心比较确定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2个人就对齐了。所以真的遇到的时候，会很明确的知道对方给的跟各种东西就是自己想要的，那是以前不太能那么确定的。而这个人出现之后，才真的很确定知道说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原来是长什么样子。所以这段感情会慢慢走下去，是因为有蛮多的确定啦。但是他需要经历好几次之前的失败，或是你以为的爱情的幻觉，必须要经过那个部分。那你跟他相遇，你们会是彼此什么样子的角色？其实你们2个是能够激励彼此生活的一种动能，然后也是2个人面对现实生活、生存或是生命生活挑战的时候，蛮重要的伙伴。你们2个会很支持对方，会成为彼此的后盾。即使对方有任何梦想或想挑战什么，你们都会支持对方。你们是非常强的火能量在支持彼此，就是你们是最好的啦啦队啦，最好的啦啦队。所以你们2个才可以互相相伴，并行往前走，来受到支持。所以他这边才会说越走越好，因为你们2个越来越有感觉。对于这一个人在人生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伴，是这感觉会越来越重，越来越深沉，越来越稳固。那然后硬要找你们2个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麻烦的事，其实都没有他还是属于这样。你们2个就算有争吵、有纷争、有意见不合，可是都还是会用非常高度的理性跟非常善意的理性去理解对方，而不会只是为了要反驳、为了要吵架、为了要保护自己而去。你们会有更高的倾听，会把对方的想法看得非常重，来做一个交换，来做一个沟通。所以在吵架或者纷争上，都还是处于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简单来说啦，我讲就总结，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讲完了，因为第3组牌真的很好。目前看起来真的没有，我觉得有什么特别觉得不好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去比较用委婉的方式去提醒你，都没有。它很顺，它整个牌，即使我在翻一些比较针对性的东西的时候，它还是告诉你说，这2个人告诉我说，这2个人相处都还是会用比较善意、比较理智的角度去处理2个人的关系。这也造就了这一选了3号牌的朋友，你们遇到你们彼此遇到的时候，你们各种能量都很完善，火能量支持彼此的那一种驱动力、生命力
最好的啦啦队的这种火能量有，然后感情很浓密、绵延不绝、细水长流的水能量也在，而且还说越走越好，而且牌还越翻越好往后面。水能量是这样，那金币能量一开始就奠定了你们两个是在朝向比较幸福稳定的状态，这是你们的共同目标。这个还不是只是土能量，这是水土能量、水石、钱币石在告诉我说，你们两个有这种共识，未来两个人要在一起，除了要稳定，还要能够保持基本的浪漫。好，那有一些负面的能量，有一些怀疑跟不安能量都很小，都处在一种基本人性上。就算最尖端、最尖锐需要去解释的，比较需要去解释的，宝剑六，在这个位置，我都会觉得他可能有多了一些理智，觉得需要控制一下这一份浪漫，可是他却没有，他出现是告诉你说，这是个甜蜜的负担，慢慢走，往下走都是顺的，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们一切都会处理好的。但是后来到这里，真的，如果我要挑三拣四讲，就只有这个宝剑八，他这里只是在讲说，其实这里真的只是在讲说，你们会在某种很现实生活所要面对生存、工作上、人际关系嘛，但人生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嘛。遇到一些挑战，你会内缩，你会忍耐，你会无法找到答案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会支持你，然后你就会开始很有力量。连光是这个位置应该要有一些难处的时候，都还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所以你们两个会有互相支持伴侣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自己不孤单，就可以面对。那这就是3号牌了。我觉得这算是我目前翻到大概快700副牌里面最好的一副牌啦，所以很恭喜，很祝福你哈，很祝福你了。那选了3号牌，今天就讲这样哈，不过也很好了。那谢谢你来听哦，哈，祝福你哦。